结婚前1周，我无意中发现了女友的流产手术单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性冷淡的女友，背地里却偷摸给别人打过胎。我没有质问，将手术单放回原位。接下来1周，我照计划陪她试婚纱、选婚戒，可婚礼当天，久久等不来新郎的女友却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着手中的流产手术单，我久久沉默。我和江念相识3年，他说自己性冷淡，一直都拒绝跟我接触，我信了。这3年，除了牵手拥抱，我们几乎连接吻都没几次。我一直以为她是那种思想传统的女孩，并一度暗自庆幸。可眼前的手术单却给了我狠狠一耳光，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。我连亲吻都小心翼翼的女友，别人已经玩烂了，甚至还打了胎。我将手术单放回原位，像是在欺骗自己一样。似乎只要我没有看到这个手术单，我和江念的感情还是一如既往那般。深夜，江念回来了，跟随他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人。看到这个男人的瞬间，我脑子里仿佛雷声炸响。顾言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过来扶一下！江念冲我呵斥。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死死盯着他身旁的男人。江念，你把别的男人带回家是什么意思？江念眉头皱起，脸上满是不耐烦。你瞎嚷嚷什么？凯哥今天喝多了，我担心他一个人不安全，就让他住一晚，怎么了？陈凯抬起头，他的嘴唇有点发肿，脖子上还带着点点红印，不用猜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冲我嘲讽一笑，言语里带着挑衅。不好意思啊，借过一下。江念一把推开我，扶着他，自顾自地进了屋。陈凯是江念的领导，也是他表姐的男朋友。不过2人还没来得及结婚，江念的表姐就去世了。这么多年，江念一直把陈凯叫哥哥。把陈凯扶着坐到沙发上后，江念自顾自地进了厨房。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，竟然破天荒地煮起了醒酒茶，动作熟练，一看就是经常做的熟手。他说自己讨厌喝酒的男人，所以我不管是应酬或是朋友聚餐，都是喝饮料的那个。所以他的熟练是为了谁而学的呢？醒酒汤煮好，江念立马端着跑到陈凯身旁，一口一口地亲自为他喝了下去。陈凯一只手搂在他纤细的腰肢上，眼神看向我时露出一抹挑衅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本以为到这儿2人就该收敛一下，可没想到江念直接扶着陈凯去了主卧。这房子是我辛苦攒钱买的，用来作为我们婚房的地方。可我这个男主人却被自己的妻子赶去睡了客房，让别的男人睡在主卧。客房没收拾干净，让客人住多不礼貌。你就凑合一下吧。江念一脸理所应当，可这分明是我们的婚房，怎么能让别的男人睡这里？我想开口拒绝，可江念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，他是在通知我。2人进了主卧，一直待到2点左右，江念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客房。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满是那张流产通知单，以及2人亲密的互动。江念推门进来时，我真想当面质问：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答应我的求婚？既然答应了，为什么不能和别的男人保持距离？为什么可以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地和别的男人亲密？无数的问题压在我心头，可到了嘴边，却变成了一句苦涩且无奈的话：江念，马上我们就要结婚了，如果你后悔了，可以提前告诉我。我想通了，即便他想取消婚礼，我也可以接受。我以为自己已经表达得足够委婉，
我并没有拆穿他做过的丑事，只是希望他能为彼此保留最后一丝体面罢了。我以为他会生气，会心虚，或者会干脆点头答应，可没想到他却是脸色一沉。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我和凯哥说了几句话，你就用取消婚礼来威胁我？顾言，你都快30岁了，你不是小孩子，别那么幼稚。我幼稚？我喉咙发紧，几乎沙哑着开口。你和陈凯以前不是，那是以前。江念不耐烦地打断我，你能不要老翻旧账吗？我心中苦涩，我也知道翻旧账不好，可我该怎么控制住自己呢？江念说自己不喜欢拍照，我俩在一起5年，唯一一张合照还是公司聚餐的时候。我以为他性格如此，可他的平板里却存着上百张和陈凯的合照，牵手、拥抱、接吻。为此我和他大吵一架，可冷静后，他却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，他和陈凯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他现在只是把他当哥哥。我信了，可是他怎么对我的？如果我没有翻到那个流产通知单，我都不知道他会做出那种事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许久，我和以往一样，主动低头道歉。抱歉，我不该胡思乱想，别再有下次了。江念丢下这句话后，起身去浴室洗澡，而后躺在床上，背对着我睡了过去。我却是辗转反侧，怎么都无法入睡。我想起以前，江念的父母因为一场空难去世，江念一夜之间就成了公司的负责人。那时候，只有我陪在他身边，一边缓解他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一边陪着他应付公司内外的困难。他应酬喝酒喝到胃出血，是我整晚的守在他床边照顾他。失眠的时候，也是我找各种故事哄着他入睡。那时候，江念不止一次窝在我怀里。顾言，你记得要永远爱我，我只有你了。可随着公司渐渐走上正轨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陈凯回来了，两人几乎做什么事都在一起，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。江念说，陈凯是自己的哥哥，是亲人，亲人永远排在我这个男友前面。他还一再警告我，要我对陈凯尊重一点，说当作长辈来对待。可哪家的长辈会和小辈的女友纠缠不清？我盯着天花板，一夜未眠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自然放不下江念，但是我也不会要一个不爱我的女人。这个婚我不结了，这就是我纠结了一晚后做出的决定。只是第二天早上，我还没来得及说，就病倒了，一夜没睡。我头痛欲裂，看着脸色苍白的我，江念却是紧皱眉头，一脸不耐烦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这么矫情？我先送凯哥回去，免得你再传染给他。等我回来再送你去医院。他说完，直接拿着车钥匙离开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的心中又是一阵钝痛。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可我就是不甘心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不可能失信于我的吧？我在家里默默等待，只要江念今天回来，对我哪怕有半分关心，我都会主动取消婚礼，为他保留最后一丝体面。然而，整整1天的等嗲，我没有等到江念，只等到陈凯发的朋友圈：谢谢宝贝陪在我身边。配图是2人在西餐厅里，江念插着一块肉放在他嘴边，脸上满是温柔。看到照片那一刻，我彻底失望了。这么多年的陪伴，哪怕是一条野狗都有感情了吧？可在他眼里，我似乎连一条野狗都不如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我强打精神，自己去了医院。挂水的时候，江念打来电话，公司加班我没空回去，你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吧。不等我开口，电话那头已经传来了忙音，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这么多年，但凡他有个头疼脑热，
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在他身边。我不是说要挟恩图报，因为对他好这件事，我从来没有奢求过回报。可最起码，我是她即将结婚的老公，她却在自己老公生病的时候陪别的男人打情骂俏，她真的不觉得愧疚吗？我拿着手机联系了江氏集团的死对头刘总，您不是一直想要我手里的股份吗？我愿意低价出售。他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回到家后，我接到了婚纱店打来的电话，顾先生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和您妻子来拍照？距离您2位婚期就剩1周不到的时间了，太晚的话，照片可能洗不出来。挂断电话，我给江念发了消息，可却一直没得到回复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我直接到公司，秘书却跟我说，江总今天为陈总举办入职仪式了。入职仪式，我忍不住皱眉。公司成立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哪个员工入职的时候值得老板亲自举办仪式庆祝。陈凯在江念心中的地位还真是不一般的高啊！我询问了仪式举办的地址，赶到的时候只觉得更加讽刺。一个入职仪式比我和他的订婚典礼都要奢华，宴会厅里觥筹交错。我正要进门，江念却从身后上来，不由分说地拽着我离开。凯哥的入职仪式，你在这里会影响他心情。对了，以后他就是我的特助了。我深吸口气，可开口时声音还是带上了颤抖。那我呢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仅仅是生个病，我的位置就被别人代替了。江念啊江念，你到底想把我逼到什么地步你才甘心？江念敷衍道，我是看你这么多年太累了，想让你好好休息。再说了，你只是普通本科，可凯哥却是国外名牌大学出来的，能力方面他比你优秀得多，以后你只需要在家里享福就好了。我忍不住冷笑，现在开始嫌弃我的学历低了。以前我陪着他四处应酬打拼的时候，喝酒喝到进医院的时候，他怎么不嫌弃我学历低呢？见我不说话，江念语气里带着些许不耐烦，你最好别闹事，否则……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去人事办离职。我打断他的话，一脸平静，看我这么识趣。江念神色缓和下来，这就对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你就赶紧走吧。陈凯才是这次派对的主角，而他作为女配，自然要在主角身边。婚纱店那边催我们去拍，你看过几天吧。我这几天忙，没空。好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，随后给婚庆公司打了电话。结婚当天的照片、视频我要换一下，他们不要脸，我也不用给他们留。江念说自己加班，可陈凯却给我发来照片，二人在酒店的大床上拥吻，难舍难分。我冷静地将照片保存。过了2天，我给江念打电话，该去试婚纱和礼服了。江念不耐烦地开口，都说了我在加班，我让凯哥去试了，他身材和你差不多，眼光也比你好，婚礼当天你直接穿上就行了。他丝毫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直接替我做了决定。我对他已经彻底寒心，只回了句陈凯的无耻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他不仅试了西装，还和江念一起拍了婚纱照发给我。哪有人结婚不拍婚纱照的？我帮你，到时候你呀换脸一下就能用了，不用谢我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一张张地翻看婚纱照，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喜欢跟男人过度亲密的江念，和陈凯接吻时却是一脸幸福。我关掉手机，对着搬家公司的人开口，把男士用品收起来就好，其他不用管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搬出了婚房，而后和江氏集团的死对头公司负责人见面，把我手里的股份全部按照约定卖给了他。结婚前1天，
江念终于舍得回来了。身边陈凯一脸得意，他们给我带了西装，陈凯还自告奋勇要给我们的婚礼当伴郎。我穿上那件一看就是打折廉价的西装，皱巴巴地贴在身上，很难受。而反观陈凯，他所谓的伴郎服却是手工定制，胸前还有着一枚昂贵的钻石胸针。我俩站在一起，他反而更像是新郎。新郎很帅哦，江念笑着开口，可目光却一直停留在陈凯身上。试完西装，他迫不及待地带着陈凯离开。走之前，他不忘叮嘱我，明天来我家接亲，诚意足一点，让你那帮穷亲戚懂点事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他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已经通知所有的亲戚，婚礼取消，明天不会有人去接亲的。两人前脚刚走，后脚我就联系了我为公司找的那些大客户。我换新公司了，日后如果需要合作，我可以给各位更优惠的合作条件。深夜，我再次失眠了。我在想，婚礼开始后，发现我逃婚了，江念会是什么反应？看到那些他出轨的证据，又会是什么表情？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拉着行李去了高铁站。约定好的接亲时间到了后，我刚好坐上高铁，大概过去5分钟左右，江念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我反手关机，等到下高铁的时候，手机开机的瞬间，无数信息涌了进来，手机都因此有了一瞬间的卡顿。你人呢？都几点了？怎么还不来？你迟到了半小时，你再不来，我就和凯哥先去婚礼现场了。到时候你最好别后悔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都知道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回来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我一条条翻看着，心中除了讽刺还是讽刺。我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他会给我发这么多信息。我没有回复，只是反手将他的联系方式拉黑删除。他凭什么以为做出那样的事情后，我还会愿意娶她呢？我对她的感情早就在一次次伤害中消耗殆尽了。她明明不爱我，却要答应我结婚，答应了后又和其他男人纠缠不清。她但凡有一丝丝为我考虑，都不会如此。没有人会一直站在原地。她既然选择了放手，那我也可以选择离开。手机依旧响个不停，我干脆办了一张新手机卡，连同微信之类的全部申请了新的。新公司的吴志豪老板带着一众高管为我举办了接风宴。他是脑子进水了吗？你能力那么强，不珍惜也就罢了，还和自己表姐的老公搞在一起。见我面色不好看，吴老板没有多言，只是举杯，希望我们以后更上一层楼。我举起酒杯，笑着和他碰杯。我和他也是老相识，之前也谈过很多次合作，不只是他，很多之前合作的老板都有意向挖我过去。可我为了江念，为了我们一起打拼的那个公司，一心一意，从来没想过离开。江念说我学历低，可学历真的能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吗？职场上，学历永远不是唯一标准，实力才是。归根到底，江念只不过是找了个借口，让我给他的好哥哥腾位置罢了。接风宴结束，吴志豪安排助理送我回去。邀我入职的时候，他还承诺了会给我1年的免租房。你好好休息，缓解一下，什么时候来上班都行。他担心我会因为江念出轨的事情不开心，刻意推迟了我的入职时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专门让自己留学归来的女儿陪我逛街，隐隐有撮合我们的意思。可他女儿比我小5岁，对此他笑着表示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？见到他女儿吴云熙，我有些意外。吴志豪长得肥头大耳，他女儿倒是美得不可方物。相比我的拘谨，吴云熙倒是表现得落落大方。顾总不用为难，
我爸就是那副德行，你把我当导游兼陪玩就行。聊天当中，我得知他是学艺术的，还是他们学校的校花。接下来几天，他总是喜欢跟在我身边，一口一个哥哥喊着，很好相处。他问我想不想去哪儿旅游，放松一下。我想了想，我说我想去国内很多地方，想去西安看兵马俑，吃肉夹馍凉皮，想去成都吃火锅，在太古里的大街上游玩，想去云南大理，在洱海边试试爱情的滋味。这些都是我和江念在一起时幻想过的，可他总是以没时间推脱。现在我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为他考虑，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吴云熙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买了机票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就到了西安。落地后，他叫来一堆朋友，看着面前各有特色的美女，我忍不住摸了摸下巴。这就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吗？吴云熙故意逗我，让一群美女一起叫我哥哥。虽然尴尬，但是心情很难不好。相比我的惬意，江念那边却糟糕至极。好友幸灾乐祸地打来电话，我那天去婚礼上看热闹了，那视频一放出来，两人脸都绿了。这俩人就是典型的当婊子还要立牌坊，在一起就在一起呗，谁也不会说啥。两人担心会受到影响，发通告解释，可越解释，众人吃瓜的热情就越高。陈凯的过去很快被人扒了出来。陈凯当初和江念的表姐在一切时，就和江念有过一腿。现在圈子里，两人彻底沦为了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柄。当然，只是被人议论几句，还不足以让江念焦头烂额。毕竟只要脸皮厚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真正让他头疼的是我将股份卖给了对头公司。这也直接导致了公司内部派系开始斗争。江念这个董事长又闹出了那么大的丑闻，公司很多客户纷纷解约，眼看就要上市的节骨眼，这下全都泡汤了，咎由自取罢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继续跟吴云熙一起全国各地旅游。我们去了洛阳，去了西藏，去了北京。在大理落地后，江念得知了我的行程，竟然提前跑到机场堵我。我得知消息后，直接办理返回上海的机票。我不想见他，可我们的圈子就那么大，只要有心，他想找到我不难。于是，我主动跟吴志豪提出要加入国外市场开拓的项目。吴志豪也知道我的情况，当即拍板同意。只是在国外下飞机后，吴云熙却在我面前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。惊喜吗？我看着吴云熙，有些无语。你怎么来了？吴云熙一脸可怜的表情。我爸说了，要是我照顾不好你，就断了我的零花钱。哥哥，你不会那么狠心吧？我笑了，轻轻弹了弹他的额头。之后的时间里，他除了上课外的时间，几乎一直黏着我。学校舞会需要男伴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我一个人住不安全，我们合租吧，更有保障。他总有各种理由和借口缠着我，我就算是个木头，都明白了他的心意，可我却不敢主动捅破那层窗户纸。我心里有畏惧，直到有一次，他洗澡的时候，突然在浴室里叫我的名字，哥哥，我忘记拿浴巾了，你帮我送一下吧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起浴巾，走到门旁。我将浴室门打开一条缝，本来打算将浴巾塞进去，可谁知他竟然直接大大咧咧地将房门打开大半。我愣住了，他笑吟吟地看着我，水珠顺着他的精致的锁骨滑落，胸前的沟壑以及修长的双腿就那么展示在我面前，一览无余。只能说，校花不愧是校花。惊讶之余，我急忙转头，你赶紧把衣服穿好。可能是我的语气太过生硬，他一下子慌了神。对不起哥哥，
别赶我走行吗？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他委屈地低着头，我顿时心软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能长叹口气，坐在客厅沙发上。好友又打来电话，聊着聊着，话题又扯到了江南和陈凯二人身上。那个陈凯也是个逗逼，自己是小三，成天幻想着别人也是小三。好友一通嘲笑，原来陈凯为了防止别人对江念有想法，不仅将公司很多男员工开除，就连江念和男客户谈合作，他都私下警告对方别对江念有想法。这样一来，谁还敢和他们合作？两人现在彻底闹掰了。听说江念把他开除了，现在成天到处找你呢，估计心底还是喜欢你吧。我没有回话，只是笑着岔开话题。俗话说，咬人的狗不叫。过去多年，我一直当着江南的舔狗，卑微的去祈求他赏赐我一些微薄的爱意，哪怕他当着我的面和陈凯暧昧不清，践踏我的自尊，我都可以忍耐。可当我对他的爱意彻底被消耗殆尽的时候，从我决定逃婚的时候，他在我心里就彻底什么都不是了。本以为我和江念已经彻底断了交集，可没想到我会在国外遇到他。他看上去瘦了一大圈，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很疲惫，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，似乎已经很久没好好打理过自己。见到我的瞬间，他眼睛一亮，快速跑了过来。顾言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相比他的激动，我只觉得不耐烦。找我有事？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个态度。江念眉宇间有些愤怒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要不是你当初一声不吭的逃婚，我怎么会花费大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找你？你知道我这些日子怎么过的吗？我直接打断他的话，你婚前出轨，我不觉得我的行为有任何问题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满，可以去起诉我。我说完打算离开，可他却一把拉住我的手。你听我解释，我承认我喜欢过陈凯，但那都是过去时了。我真的爱的人只有你一个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背叛你，从没想过背叛。我突然觉得他的话居然这么可笑。他和陈凯拍婚纱照，可以说一时冲动。那和他上床、怀孕、打胎呢？是他自己把腿分开的，不是被强迫的吧？我连跟他争辩的心思都没有，直接甩开他的手，别碰我，我嫌脏。他直勾勾盯着我，突然笑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我一直和陈凯保持联系，所以吃醋了，对吧？我跟你保证，我可以和他彻底断绝关系，这样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说完，他又伸手来拉我，我冷冷一笑，直接打开他的手。你还真是自信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吃醋呢？就凭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。江念斩钉截铁道，你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说放手就放手？你就是在赌气。你等着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会和陈凯断绝关系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大步离开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忍不住在想，他是真的这么自信，还是说接受不了我已经不爱他的事实？我没有过多理会，而是赶去约定地点谈合作。这次的客户是这边还算出名的公司的代表。见面后，我看着眼前的混血美女，伸手笑道：“好久不见，薇薇安小姐。”薇薇安笑着起身，从背后拿出一大束玫瑰，诺，路上打折，给你买的。我苦笑着接过，尽管来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我还是很难接受他们的热情。谢谢你的花，如果合作条件上更优惠一些就好了。他笑着开口：“当然，但前提是你得当我男朋友。”我毫不客气地回道：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你都该送给我，而不是谈价格。”哈哈哈！如果你真心愿意，我随时恭候。我们二人互相调侃拉扯。饭后，我们签了合同。
他很有诚意，不仅价格给得很优惠，还特意邀请我去他的游艇上玩。我欣然同意。派对结束，我扶着喝醉的他下了游艇，他抱着我不肯松开，迷离的眼神在我身上游移。顾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男人。你在我眼里充满魅力，能否给我一个和你交往的机会？路边，吴云熙已经等候多时，见到这一幕，他露出标志性的假笑，跑到我身边，把薇薇安推到了他朋友身边。他喝多了，赶紧送他回家。开车回去路上，吴云熙的醋坛子都打翻了。你为什么不推开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一路上，他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，甚至有好几次差点造成事故。好不容易心惊胆战的到家，他又拉着我不让我下车。你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？我有些不耐烦。下车后，我直接打断他的逼问。云熙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我的感情生活不需要跟你交代吧？他低着头，眼眶微红。对不起，哥哥，我就是吃醋。我今天生日，我以为你会陪我，可你却……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尾音微微颤抖。我有些愧疚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过生日，连礼物都没准备。他用力摇头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让我抱一下吗？就当做补偿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可以吗？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，一双大眼睛里隐隐有泪光闪烁，可怜兮兮的样子让人根本无法拒绝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点头。他上前抱住我，双手环绕我的腰身，脑袋紧紧贴靠在我的胸口。我有些僵硬，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可突然，他踮起脚尖，在我唇边快速落下一吻。我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嫁给你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快到我根本来不及反应。就在我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一旁突然窜出来一道黑影，是江念。他脸色铁青，抬手一巴掌打在了吴云熙的脸上。贱人，敢勾引我老公！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狠狠甩开后，挡在吴云熙面前。江念，你发什么疯？我还是头一次见他这么癫狂的模样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愤怒地质问我：这个贱人是谁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冷冷看着他，我不知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是你未婚妻，早就不是了。江念还想发火，但却忍住了，脸上一副看穿一切的表情。你不就是因为陈凯跟我生气吗？我已经把他从我们的房子里赶出去了，以后我跟他不会有半点关系。这意思是，在今天来找我之前，陈凯依旧住在我们的婚房里。我顿时觉得胃里一阵恶心。江念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跟别的男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。什么分手？我不同意。他一脸愤怒，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刚要开口，一旁的吴云熙突然吸了口冷气。我扭头一看，他的嘴角有一丝鲜血缓缓滴落。我顿时没心思和江念纠缠，急忙拉着白露回家。江念还想跟进来，我直接将房门关上。我拿出药箱给吴云熙上药，他眼泪汪汪的样子让我更加心疼。哥哥，那个出轨渣女根本配不上你，就算那个混血女都比她强得多。我没有理会他的喋喋不休，帮他上了药后，我站起身。云熙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但是我们不合适，我们相差5岁，你还年轻，你值得更好的。他不但没有难过，反而更加来劲。那5年后，我就和你一样了，到时候如果我还喜欢你，你能不能答应跟我在一起？我想拒绝，但看他一脸期待的样子，还是点头。我不觉得有人会这么傻，说不定到时候他会自己主动放弃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你别想反悔哦。他兴奋地抱住我，
脑袋在我胸前蹭个不停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原本已经沉寂的心突然开始跳动起来。我有些期待未来会发生什么。至于江念，我并没有当回事。他来找我，不过就是觉得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而已。以他那副高傲的模样，估计很快就会拉不下面子，主动离开。可我没想，他竟然在我们对门租了个房子住了下来。平日里各种想方设法地接近我，哪怕吴云熙各种对他不顺眼，他都丝毫不在乎。这天下班路上，他把我堵住，他的眼底都是血丝，看上去这段时间并不好过。顾言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跟陈凯的事情是我有错，但是你出国这么久，和那么多女人不清不楚，我们也该扯平了。跟我回国结婚，我可以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他难得主动退让，可我却并不打算接受。你自己回去吧。再次被我拒绝，江念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，他装不下去了，冲我大声咆哮：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是，我是有错在先，可你不仅逃婚让我丢了脸面，还把我的股份卖给对头公司，害得我公司不能上市。你做了这么多，也该消气了吧？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等他宣泄完，才淡淡开口：你不用跟我这么多废话，我离开你只是因为我不爱你了。说完，我打算离开，可他却一把拽住我，脸上满是不甘和愤怒。你别总是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问题吗？我叹了口气，情之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永远摆脱不了他的纠缠。江念，我的确反省过你说的问题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淡，我试图挽留，可换来的只有你的不耐烦，甚至出轨。是因为你对我没新鲜感了，还是你对陈凯旧情未了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一字一顿。现在我清楚了，出轨的是你，对不起这段感情的也是你，该反思的也是你。你不爱我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他红着眼睛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可是我后悔了。然后呢？我推开他，面无表情。你的错，为什么要我来承担？那晚之后，江念又找过我几次，但是都被我无视。也许是感觉到我的决绝，江念最终还是走了。之后5年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国，专门来找我。我不肯见他，他就远远地看着，一副痴情的模样。至于吴云熙，这个傻姑娘竟然真的生生等了我5年。5年时间里，她不知疲倦地陪在我身边，陪我一起工作、做饭、逛街。我没有理由再拒绝这样一个爱我的人。情人节的夜里，他借着酒意跟我表白。这一次，我主动将他搂在怀里。那晚过后，我们2人正式确立了交往关系。而自那天开始，江念就也再也没出现过，他彻底从我的世界消失了。后来，我从朋友口中得知，他又一次怀上了陈凯的孩子，2人奉子成婚了。婚后，2人还是一直打打闹闹。陈凯不满意江念生完孩子后身材走形，于是用他的钱在外面养了小情人。为此，江念3天2头和他闹，可不仅没有挽回陈凯的心，后者反而对他更加厌烦，行为上也更加变本加厉，直接将小情人带回了家里，一如当初他对待我那样。江念无法接受，当他把刀子捅进小情人心脏的那天，我和吴云熙结婚了。婚后，他为我生下一个女儿，而我也顺利接受了吴家的公司，成为董事长。江念出狱后，和陈凯离了婚。后来，他又有过几次婚姻，但全都不怎么顺利，公司也因为他的颓废日渐衰落。在江氏宣告破产的时候，我的女儿5岁生日，江念出现在庆祝会的门口，他几乎瘦得脱相，
再也没有了过去意气风发的模样。见到我，他站起身，脸上满是苦涩。顾言，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开，会不会现在也已经家庭美满，儿女双全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答案很明显。老公，快过来！吴云熙冲我招手，我笑着走到他身边。负责拍照的男人笑着冲我们示意，来准备，3、2、1，茄子。画面定格，我和妻子互相对视，一脸幸福。生活已痛吻我，我报之以歌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